原来自从福宝回国后，乐宝一直惦记着他。当初福宝离开爱宝乐园后，乐宝就敏锐察觉到女儿的气味消失了，于是将爷爷告诉他福宝已经回家了。听懂的乐宝靠近栏杆不停哼哼叫，仿佛在叮嘱请照顾好我的女儿。原以为乐宝只关心自己的妻子爱宝，没曾想也会跟人类爸爸一样惦记自己的孩子。虽然乐宝雄生使命里并没有待宰的责任，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知道福宝的存在。当初爱宝历经数个小时产下福猪猪，那一刻嘹亮的啼哭声响彻整个房间。乐宝听到后激动地爬上栏杆，使劲张望。江爷爷看到他望眼欲穿的模样，笑着告诉他有了一个女儿。乐宝顿时露出和爱宝相亲时一样的傻笑，像每个初为人父的人一样紧张又兴奋。当福宝5个月大的时候，小家伙第一次跟妈妈来到201，而这也是离乐宝最近的房间。闻到气味的乐宝兴奋地上蹿下跳，并趴在栏杆上嗷嗷叫，表达自己的想念。结果非但没有见到日思夜想的妻女，声音还吓得爱宝叼着福猪猪转来转去。江爷爷只好来制止过于兴奋的乐宝，示意他收敛点，不要吓到爱宝和福宝。虽然无法安排乐宝和福宝相见，但饲养员们想出了交换气味丰容的办法。只见圣熙阿姨将福宝玩过的竹球和他没有玩过的小球一同拿给乐宝，没曾想他马上就闻出了福宝的味道，开心地抱在怀里贴贴，就像在抱自己的女儿。而另一个没有气味的小球一直没有去碰，不得不感叹血缘关系的神秘和伟大。等到福猪猪长大后，他也开始对隔壁的胖大叔产生兴趣，还被爷爷逮到撅着屁股从门缝中偷看。而乐宝则显得淡定多了，咔咔炫竹子。于是宋爷爷拆下带有乐宝气味的牌匾，安装到了福宝的小木床上。而福猪猪在看到老爹乐宝留下的信后，高兴地用各种姿势和牌匾贴贴，果然还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想当初爱宝第一次发现乐宝留下气味，一向优雅的他可是发了好大的脾气，要不是相亲时看到乐宝又帅又体贴，估计也不会有福宝这个爱情结晶。老宋为了弥补乐宝不能和福宝相见的遗憾，特地将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播放福宝视频。乐宝目不转睛地看着爱宝和女儿，虽然乐宝永远无法和福宝相见，但想必这份思念会支撑他整个雄生。眼前这只双目失明的大熊猫叫巴斯，是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原型，而他身边的饲养员名叫施菲宁，从18岁到44岁照顾了巴斯整整26年，可以说他们亲如母女，早就离不开对方。因为此刻的巴斯已经30多岁高龄，相当于人类120多岁，还患上了白内障、高血压等老年疾病，更无法像年轻熊猫那样自己进食。施奶妈便每天不辞辛苦地采摘新鲜竹叶，切碎后混合精细饲料捏成团喂给它。要知道熊猫饭量非常大，再加上巴斯牙口不好，施奶妈几乎每次喂饭都要1小时以上。懂事的巴斯察觉到对方非常辛苦，于是便主动帮奶妈端饭盆。一人一熊互相依偎的画面格外温馨，也能看出他们对彼此都是100%信任。巴斯身体不好，每天都需要吃药量血压，但只有施奶妈在场时，他才乖乖听话，跟随对方指引爬上木架吃爱心餐，伸出手臂任由兽医近身量血压或抽血检查。可以说施奶妈就相当于行走的单书铁券。施奶妈也知道巴斯非常依赖自己，全年365天几乎每天都陪伴在他身边。当巴斯抱着饭盆慢条斯理的进食时，奶妈会用帕子仔细给他打理毛发，把身患疾病且失明的巴斯照顾得白白胖胖，完全没有30多岁高龄熊猫老态龙钟的感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巴斯身体每况愈下，施奶妈心急如焚，却又无力挽回，只能祈祷只要巴斯好起来，她什么都愿意做，甚至直接搬到巴斯兽舍旁的小房间居住，夜里几乎睡2个小时就起来查看一次。施奶妈陪着巴斯挺过3次生死劫难，本以为能陪着他走到生命终点，可天不遂人愿，奶妈因长期积劳成疾，竟先巴斯一步离开了这个人世。对此毫不知情的巴斯因为等不来施奶妈，像之前一样耍起了小孩子脾气，开始摔饭盆发脾气，甚至绝食整整7天，只为让奶妈出来跟自己说说话。饲养员没办法，只好穿上施奶妈的衣服，学着他的说话语气哄巴斯吃东西。刚开始他闻着熟悉的气味还能勉强吃点，但时间一久，巴斯似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整只熊像失去灵魂了一样变得毫无生机。第2年，巴斯就与世长辞去了潘达星球，或许在那里他已经与最爱的施奶妈重逢了吧。这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，饲养员不顾危险拯救大熊猫的场景。当时的卧龙距离震中仅有8公里，剧烈震动使巨石和山体源源不断地压下来，短短几分钟就让基地遭到毁灭性重创。然而在这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熊猫饲养员们却顾不得自身安危，一个个逆流而上，朝着熊猫宿舍奔去，只想救出他们一手带大的熊孩子。大家都顾着地里那种下下来是生命嘛，跳圈就是来里面怎么跳进圈。平日需要2位饲养员抬的熊猫宝宝，奶妈咬着牙独自扛到安全区域。有的小熊受惊过度，拒绝任何人的靠近，饲养员就用食物慢慢将其引导出来。而那些爬上大树久久不肯下来的小熊，奶爸就冒着生命危险爬上去安慰营救，把吓到瘫软的小家伙抬到安全区。因为塌方的山石掩埋了一部分兽舍，心急如焚的奶爸们直接用石头砸穿墙壁，
救出了当时只有1岁的哪吒宝宝晴晴。好在小家伙只是被吓到了，并无大碍。那个圈舍爬了一半，就剩了一小半，他一直躲在一个小的一个角落里面，我们就进去就叫他的名字，不怕晴晴，我爸爸妈妈来了，你不用怕，他就慢慢的就下来，我们就慢慢接近他，才把他抱出来的。当时还有一只受惊过度的小熊华儿，刘奶妈抱起他安慰的时候，小家伙害怕的紧紧抓着对方的脊梁骨。锋利的指甲都已经陷入肉里，尽管这钻心的疼痛令奶妈面色苍白，但她没有放下华儿，而是抓紧时间进行转移，并像哄孩子一样温柔哄小家伙松开爪。开始时候很紧张的嘛，反正就巴不得就不从身上下来，你想把他从身上放下来不可能，他就一直把你抓着去，我感觉他在你身上比较安全一点。后来的时候就觉得那熊猫真的很可爱，就像不会说话的娃娃那种感觉，他在表达他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某些恐惧。而在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行动中，基地内63只熊猫有61只被安全解救，其中1只遇难，1只失踪。不幸离世的那只熊猫名叫毛毛，它在地震来袭的第一反应并非逃跑，而是去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可惜被垮塌的墙体砸中，去世时才9岁。可以说没有这些奋不顾身的饲养员，就没有如今日渐壮大的熊猫种群。别看他们平日里肆意撸猫，令猫粉们眼红，但一遇到危险，他们也是真敢上。前段时间神树坪被泥石流堵塞道路，奶爸奶妈都是徒步跨过泥泞和乱石，历尽千辛万苦也要到达工作岗位，还会特地拍熊孩子的照片跟粉丝报平安。等到神树坪重新开放入园后，肉眼可见滚滚们精神抖擞，状态极好，就连假孕中的福宝都感觉更娇俏了几分，可见我们的奶爸奶妈有多认真负责。而也陪工作组的人就更辛苦了，不仅要每天翻山越岭的给熊猫母子投喂，还要在极端天气下亲自去确认孩子的安全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河流的汹涌和危险。没有责任心和爱心，哪里能坚持下去？这群饲养员也绝对值得我们认可和尊敬。眼前这只形状完美的妙脆角，就是光君大王辉宝的小短腿。要问光君大王的腿究竟有多短，他和姐姐小田瑞打架时，要跳起来才能勉强踢到对方的膝盖，而且对比姐妹俩的腿长，辉宝至少要比姐姐的腿短了1/3。当姐妹俩站在一起喝盆盆奶时，瑞宝直接像小山似的耸立了起来，衬得一旁的辉宝矮胖的。明明姐妹俩玩的是同一辆跑车，瑞宝很轻松的就能把脚翘到前排座位上，而辉宝的小短腿绷得笔直才勉强够到。果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至于辉宝的腿为何会这么短，那绝对是艾女士的功劳。母女俩一模一样的短粗土豆腿，估计加起来就和福宝的腿一样长了。都知道场地内有一架儿童版独木桥，本意是给2个小家伙玩耍用的，谁料爱宝连续尝试好几次都没能成功，最后一个助跑才终于爬了上去。犄角旮旯里的辉宝看到后急忙追着爱宝跑，毕竟他用同样的姿势却仍上不去木桥，所以小家伙断定妈妈一定是有特别的技巧。虽然辉宝的底盘比姐姐矮了1截，但事实证明低也有低的好处。当辉宝和爱宝在独木桥上狭路相逢时，小光君一矮身子就能从妈妈身下钻过去，而瑞宝就需要被爱宝直接掀翻在地。有次辉宝为了证明自己的腿不短，想从门口的高台阶爬上去，可谁料僵持了很久，依旧是扎根原地。听到宋3岁快要憋不住的笑声，辉宝有些尴尬的扭过头去，心想一定是早上没吃饱饭的缘故，等俺光君大王歇歇再来。好心的宋3岁为了让辉辉长出大长腿，每天勤勤恳恳地给小家伙做拉伸，辉啊爷爷给你抻抻就好了。不得不说老宋真是操碎了心，虽然辉宝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，悠哉地享受宋氏按摩服务，可实际上他也在费尽心思地想办法，直接把自己的毛裤提到了嘎吱窝，可见光君并非腿短，只是袜子短罢了。不得不说瑞辉姐妹真的是完美小熊，不仅在体型上集齐了高矮胖瘦4个特征，就连性格也集齐了宝家族的所有特点。瑞宝性格沉稳恬静，但不失活泼，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，也是气得爱宝七窍生烟的废头子。而辉宝的性格更像福宝姐姐，甚至比福猪猪更调皮捣蛋。毕竟福宝只是偶尔会拔起一棵南川树，光君大王直接吃掉主打以绝后患。虽然辉宝如今还吃不了竹子，但这并不妨碍他眼馋妈妈手里的，抢食的姿势和福宝一模一样。不得不说爱宝是会生熊孩子的，同样的福宝他足足生了3个，就是未来带娃有够头疼的。